古巴真的要变天了，国内燃料储备彻底耗尽，全国电网进入危机状态，但还是悄悄攒了300多架俄伊军用无人机，意图打击美国关塔那摩基地和佛罗里达基维斯特。而美国这边，尼米兹号航母杀进加勒比海，卡斯特罗也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特朗普嘴上说着不会升级，然而又是航母又是起诉。卢比奥也谈起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五角大楼更是被爆出已经在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真的要对古巴动手了吗？如果要动手，美国又会怎么做？古巴要步委内瑞拉后尘了。当时的美国对委内瑞拉就是先进行长期经济制裁，再司法起诉，然后派出大量侦察机和军舰在加勒比海周边活动，再加上情报系统发力，等到时机成熟，三角洲部队直扑加拉加斯，将马杜罗带走送往纽约。现在熟悉的剧本正在古巴上演。3月份，尼米兹号航母从基策普海军基地出发，沿着南美洲一路南下，参加南方海域2026多国海上演习，跟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一堆南美盟友搞起了联合训练。演习结束之后，尼米兹号扭头北上，杀进了加勒比海。美国南方司令部还在 X 上高调发帖，欢迎来到加勒比海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尼米兹号这一趟带的家底可不少。先说打击群的核心，第17舰载机联队一共9个中队，清一色的 FA-18C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E-2D 鹰眼预警机， C-2A 灰狗运输机，加上 MH-60IS 海鹰直升机。随行的护航兵力也不含糊，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格里德里号负责防空反导和反潜掩护，补给舰帕塔克森特号负责给航母战斗群续命加油。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一支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部队，拥有完整的制空、对地打击、反潜、电子战和后勤补给能力。但这还没完，尼米兹号不是自己的战斗，除了尼米兹号，目前在加勒比海游弋的还有一整支硫磺岛号2栖戒备群，包括黄蜂级2栖攻击舰硫磺岛号、圣安东尼奥级2栖运输舰劳德戴尔堡号，再加上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伊利湖号和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比林斯号，还有海军陆战队第22远征队。这个阵势总不能说都是来晃一圈度假吧。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军在古巴的侦察工作。据 CNN 报道，自2月初以来，美国海军和空军在古巴周边海域至少执行了25次公开侦察飞行任务。P-8A 反潜巡逻机、2C-135A 侦察机、MQ-4C 无人机轮流来。在2月之前，这种公开可见的侦察飞行在古巴近海极为罕见，骤然增加到至少25次，这背后的信号不言自明。最值得关注的是，有些飞机会主动开启应答机，把自己公开暴露在全球飞行追踪平台上，然后他们全都具备完全隐蔽飞行的能力。能够这么做，说明这些飞行极有可能是故意让古巴也让全世界看到的。而且大多数飞行都集中在古巴最大的2座城市，首都哈瓦那和东南部重镇圣地亚哥。有些侦察机甚至逼近到距离古巴海岸线仅有60公里的位置。这么飞下来，美军攒下来的情报数据说不定比古巴自己都要全面。其实这种大规模侦察模式还是一个熟悉的配方，因为此前美军抓捕马杜罗还有对伊朗动手之前就是这样的操作，先派侦察机摸清楚情况，无论之后动不动手，反正心理压力是给够了。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美军在加勒比海的部署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意味着美军已经具备了随时对古巴动手的条件。要不要动手，就在特朗普一念之间。特朗普目前应该还不急，在加强部署的同时，他还瞄准了另一项，先告卡斯特罗。在古巴独立日当天，美国司法部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公开了对卡斯特罗的起诉书。这位94岁的前古巴领导人被指控犯有1项共谋杀害美国公民罪、4项谋杀罪以及2项摧毁飞行器罪。涉及的事件其实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2架小型民用飞机在古巴以北的国际水域上空被古巴战斗机击落，机上4人全部遇难，其中3人是美国公民。那2架飞机还是迈阿密古巴流亡者组织兄弟救援会运营的。当时的卡斯特罗正好担任古巴国防部长，算是古巴军方指挥链里的最终决策者。时隔30年，现在美国要追责卡斯特罗，估计也逃不过。这几个罪名每项最高都能判一个死刑或者终身监禁。虽然卡斯特罗到了这个年纪可能也不在意这些，但是美国把这个案子翻出来也不只是为了给他定罪，最重要的还是威慑。因为大陪审团早在4月下旬就已经秘密批准了起诉书，司法部却按而不发，故意把时间拖到古巴独立日当天才对外发布。然而这些还只能是隐秘的信号，
代理司法部长波兰奇的话才算是公开的威慑。有记者提问：你们打算怎么把卡斯特罗弄到美国受审？波兰奇的回答堪称经典：我们期望他出庭，无论是以自己的意愿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意思很明显，要么你自己来，要么我们帮你来。至于怎么帮你来，看看马杜罗不就知道了。其实在告卡斯特罗之前，美国就在和古巴接触了。5月中旬的时候，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亲自率团飞抵哈瓦那，会见了古巴内政部长阿尔瓦雷斯和情报部门负责人，甚至还包括卡斯特罗的孙子劳利托。一位 CIA 官员透露，拉特克利夫这次古巴行就是去传达特朗普的口风，美国准备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和古巴进行接触，但前提是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而且古巴不能再帮对手在美国家门口搞敌对议程。2选1的选项就这样摆在了古巴面前，要么改革，要么等着承担后果。古巴方面在会面后赶紧发了一份声明，强调自己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想想也知道，拉特克利夫跑这一趟本质上就是最后通牒，美国还会听这些官话吗？ CIA 官员还特意强调，谈判的时间窗口不是无限期开放的，所以眼见古巴不愿意配合，那么卡斯特罗那边也就不用再遮掩了，美国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卡斯特罗。除此之外，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也一直没停过，还在层层加码。1月底，特朗普签署了第14380号行政令，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宣布古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特殊威胁，正式宣告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随后，美国正式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任何向古巴运送燃料的国家都将面临美国关税，把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这2个古巴传统公油国吓得立刻停手。但是这一项就困了古巴4个月，但这还只是开始。到了5月初，特朗普签下了第14404号行政令，把制裁的大网撤向了古巴整个经济体系的命门，能源、国防、金属矿产、金融服务还有安全部门全部被列入制裁打击名单。最狠的一招还不是针对古巴本身，而是附带的次级制裁条款。任何第三国和外国金融机构和个人，只要敢跟这些被制裁的实体做交易，美国就有权把他们也拖进黑名单，切断其美元清算通道，等于告诉全世界的银行和跨国公司，你选一个吧，是做古巴的生意还是保美国市场？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全世界估计没有几家企业敢说不。对古巴来说，他们还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制裁。然而，才刚过去半个月，制裁就进一步升级，11名古巴高官被拉入黑名单，交通部长、能源部长、司法部长，还有军方的将领，全都榜上有名。努比奥更是公开表示，未来还会出台更多制裁措施。一连串制裁打到古巴身上，古巴本来就脆弱的经济直接被打到奄奄一息。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这个国家可能真的要完了。其实，在5月中旬，古巴就撑不下去了。能源和矿产部长德拉欧在新闻发布会上亲口承认，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也没有任何储备，所以紧随而来的就是大规模停电。最严重的时候，一天24小时，像首都哈瓦那都能停20到22个小时，就更别提其他地区了。而在哈瓦那，人们的忍耐逐渐到了顶点，多个街区爆发抗议活动，他们用焚烧的垃圾堆堵住道路，通过敲锅表达对停电的不满，高喊让政府开灯。然后最讽刺的事情来了，只要他们抗议，耗上几个小时，电就来了。这足以证明古巴绝对不是没有电，只不过谁哭了谁才有糖吃。这种管理方式未免太过儿戏。在古巴被制裁期间，俄罗斯倒是也送过援助。3月底，一艘俄罗斯油轮载着10万吨石油来到了古巴，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信誓旦旦说绝对不会对古巴的能源紧张局势置之不理。靠着这10万吨原油，古巴勉强撑着。不过他们再也没等到俄罗斯的第2次援助，直到能源彻底见底。就在古巴陷入完全断电的绝境之时，华盛顿伸出了一只手。同样是在古巴独立日当天，努比奥通过国务院发布了一段用西班牙语录制的视频讲话。他在视频中面向古巴人民喊话，宣称美国愿意提供1亿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援助。不过这笔1亿美元的援助附带了严苛的条件，努比奥明确要求这笔援助必须通过独立慈善机构来分发，绝对不能经过古巴政府或军队的手。之所以会有这项要求，是因为古巴也存在和伊朗一样的问题，经济大权握在军队手里，操作也和革命卫队一样，通过成立公司将触角伸到各个经济领域。而在古巴，这家公司的名字叫盖萨，全称是企业集团管理公司。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0年代，彼时苏联在一夜之间崩塌，古巴失去了最大的靠山，那些援助化为乌有， GDP 暴跌，整个国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卡斯特罗做了一个决定，给军队松绑，让军队去搞钱。按照卡斯特罗的构想，国有企业进出口贸易、旅游、零售等领域全部都要打包交给军方来管。
名义上是为了保证外汇收入不外流。在这种背景下，盖萨诞生了，名义上是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完全由革命武装力量掌控。他的第一任掌门人就是卡斯特罗的女婿卡列哈，这人在掌门人的位置上一坐就是30年，到2022年去世才算撒手。此前，迈阿密先驱报曾经获得一份泄露的财务报表，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截至2024年3月 ，JESA 控制的流动资产高达180亿美元，其中145亿是存在海外银行账户里的现金。盖萨一家公司赚的钱应该是整个古巴政府年度预算的3倍，甚至于这家公司控制了古巴经济30%到70%的份额。目前这些数据还有些模糊，无法真正确定，但是结合盖萨在古巴的规模，这个数字不会低到哪里去。因为在古巴能看到的几乎一切赚钱的东西多半都归盖萨管，尤其是旅游业、采矿业等战略行业。具体来说，它控制着岛上绝大多数5星级酒店、最大的商业港口马里埃尔港、最大的商业银行，还有全国性的连锁超市和加油站网络。如果仅仅是赚钱就算了，或许卢比奥的态度也不会这么强硬。偏偏盖萨还有一个问题，不受议会监督，不接受政府审计，不对外公开财务报表，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完全是个黑箱。那么他赚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谁也不知道。所以卢比奥才坚称美国可以援助古巴，但是这笔钱绝对不能过古巴政府和军队的手，以免被贪污。其实卢比奥早就提出了这个1亿美元援助方案，不过当时他刚刚透出口风，就遭到了古巴的质疑和拒绝，把这个提议称为谎言。然而仅仅过了不到48个小时，古巴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表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有诚意，按照其公布的金额和人道主义原则提供援助，古巴方面不会有任何障碍，也不会有任何不知感恩的表现。前后态度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原因就在燃料储备的归零和电网的全面崩溃。一直到5月21日，卢比奥透露，古巴方面已经接受了这项援助，但是资金具体怎么分配，双方还存在分歧。看起来双方好像有和解的趋势，毕竟特朗普也对记者说过，双方的局势不会升级，他认为没有那个必要。然而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因为军事选项一直都摆在特朗普面前。此前，特朗普提到，过去50-60年，很多美国总统都考虑过要对古巴做点什么。现在看起来，他会是做这件事的人，而且他很乐意去做。卢比奥也承认，虽然美国更倾向于和平谈判，但是面对现在的古巴政府，谈判的希望并不高，所以必要的时候，他们有权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利益。两个人接连发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他们从来没放弃过动手这个选项。不过，真的让这个选项重新上桌的导火索，还是美国获得了一份情报。情报显示，古巴从俄罗斯和伊朗那里买了300架军用无人机，而且古巴军方曾讨论在危机升级时用无人机攻击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甚至可能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关塔那摩湾是美军基地，基韦斯特是美国本土门口。如果古巴真的敢把无人机对准这2个目标，那美国肯定不会再和古巴扯皮，动手是势在必行的事。无论是什么时候动手，五角大楼肯定跑在最前面。早在4月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在制定相关计划，不过那个时候风向还很模糊，只是指向什么突发事件要执行总统指令。直到美国政治报爆料，在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已经正式开始制定初步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方案一旦成型，动手应该就是眨眼的事儿。按照美国目前的部署来看，要对古巴采取行动，最有可能的其实是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因为抓马杜罗的时候，美国也是先有刑事指控，再有军事和情报压力，最后完成抓捕行动。换到古巴这里，就是特种作战抓捕卡斯特罗。从法理上来看，卡斯特罗现在面临多项指控，美国已经有了出师之明。从军事部署来看，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提供空中掩护和电子压制，硫磺岛号2级戒备群提供特种部队投送平台，再加上关塔那摩基地作为前进据点，这个配置去抓卡斯特罗完全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一个问题，就是卡斯特罗这人，他早就卸任了总统职务，真的把他抓了，对古巴现在的军政指挥系统影响相当有限，到时候造成的冲击力不一定能复制马杜罗的效果。不过即便抓了作用不大，美国也可以通过这一行动向古巴领导层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我们有能力把你们的前任总统带到纽约，而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在逮捕名单上，想清楚下一个是谁。如果想要更广泛的影响，那么最直接的应该是复制伊朗模式，大规模空袭古巴。到这个时候，第17舰载机联队就派上用场了。1月18记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先上，把古巴那堆半个世纪前的苏式雷达全部致盲，然后 F-18 超级大黄蜂挂在 GDM 精确制导炸弹挨个点名，整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天。古巴那点可怜的军事能力估计也扛不了多久。比起伊朗，古巴这边更寒酸，
整个防空体系的核心是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什么 S75、S125 系统，经过本土改装后，虽然实现了车载化，但其核心雷达技术依然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而且这些系统服役了几十年，备件极度短缺，真实战备状态严重存疑。空军方面更惨，能飞的可能就是不到20架米格战斗机，而且现在还没燃料，能不能飞起来还是个问题。真正有威胁的可能就是俄伊支援的300架无人机，300架能派上什么用场也不太好说。所以对美军来说，古巴这些东西值不值得出动战机去炸也是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选项也是最不可能的选项，就是全面入侵。全面入侵意味着美军不仅要摧毁古巴的军事能力，还要派遣地面部队登陆。美军目前在加勒比海的兵力组合已经具备了发动2栖登陆的能力。当然，全面入侵需要动员更多的地面部队，还需要国会授权。这个选项同样要面临前面的问题，就是古巴到底值不值得美国付出这么多精力。所以不管美国怎么选，结局都完全没有悬念。要谈的话，古巴没有那个筹码能谈；要打的话，古巴没有能力和美国打，就看美国这边有什么考虑。不过有卢比奥这个古巴移民之子在，可以预见到，在他任期内，古巴应该不会太好过。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什么时候会对古巴动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